那天大雄回到家，竟然发现多雷梦在刻苦学习，无论他在旁边喊什么，多雷梦都不为所动。原来多雷梦在机器人学校的某项成绩被判定成了不合格，明天下午3点就要开始补考，如果补考再不及格的话，他就要被遣送回未来重修了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考官机器人已经来到了家里。多雷梦要补考的科目叫做人与机器人共同生活中的一般教养。考官收走了多雷梦的次元口袋，只给了他实用道具。考试中他只能使用这些东西来处理各种麻烦，考官也会根据他的表现来判定是否合格。多雷梦只要在20道题里获得1半的正确率就能通过考试。他的第一道考题就是要帮助妈妈找东西。多雷梦掏出了记忆锤，对着妈妈的脑袋就是一下，妈妈的眼里显现出了放东西时的记忆。多雷梦又用取物包包从柜子里拿出了妈妈要找的东西，可是这是妈妈的私房钱。他这么一闹，爸爸也知道妈妈藏私房钱了。多雷梦好心办了坏事，只能火速逃出家门。考官给他的评价是一般般的三角形。他虽然解决了妈妈的问题，但是没能让被帮助的人开心，这一点就要扣分了。多雷梦的第2题是帮助上树的小猫，他拿出了减重灯，刚准备照，小猫就从树上掉了下来。多雷梦只能急忙从口袋里随便拿了块包袱巾把小猫接住，但是那是时光包袱皮，小猫瞬间变成了大猫。多雷梦又只好用反面把大猫给变了回去。这题的评价也是三角形，变大变小属实是多此一举了。之后多雷梦又用减重灯帮老奶奶把手里的东西变轻，而获得了圆圈。他们看到胖虎在欺负小夫，多雷梦拿出跌倒手让胖虎摔倒，但是胖虎因此更生气了。多雷梦又拿出穿透环带着小夫穿墙逃跑，胖虎的追击是躲过了，但是小夫又踩到了墙边的狗尾巴，小夫再次尖叫着逃跑。多雷梦又荣获一个三角形。下一题是帮助大哥的老大爷，多雷梦拿出了魔术屁股，对着道具狠狠拍了一下，老大爷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，连大哥都停了下来。这次的评价终于是圆圈。多雷梦又用前群机器手帮助了静香，再次获得了圆圈。到了最后一道题，多雷梦的得分是6个圆圈、6个三角、7个叉叉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最后一题他没能拿到圆圈，就不能及格。这时世修也赶来探望多雷梦，他告诉大雄，如果多雷梦不及格，就要回到未来了。多雷梦的最后一道考题是帮助大雄，胖虎和小夫都来找大雄的麻烦，多雷梦却根本拿不出能用的道具。大雄也不想让多雷梦回到未来，所以他竟然鼓起勇气把胖虎和小夫引到了水管边。大雄钻进了水管里躲避，胖虎却踩到了在水管里睡觉的狗狗，这下胖虎和小夫都被狗撵跑了，大雄的危机也解除了。这一题是大雄自己解决的，考官被多雷梦和大雄的关系感动，机器人和人类的相处很难把握分寸。大雄在解决问题时没有依赖多雷梦，也没有依赖道具，考官觉得他们俩相处就是人与机器人关系的理想状态，这简直就是人与机器人共同生活的标准答案。不过他感动归感动，考试成绩还是冷酷无情的给多雷梦打了个不及格。多雷梦最终还是要离开大雄回到未来，两人在临别前都依依不舍地流下了眼泪，大雄只能目送着他们离开。最后大雄独自在房间里痛哭，这时多雷梦竟然又从抽屉里钻了出来，原来是学校弄错了机器人，要补考的不是猫型机器人，而是狸猫型机器人，所以他也不用回到未来去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觉得大雄离开了多雷梦会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